程毅戴眼镜那3秒钟，藏着他这5年最被低估的一件事。各位，我外卖都凉了。昨天5月17号晚上，本来在等外卖，刷到一条直播切片，3秒钟，就那3秒钟，我手里的筷子停住了，外卖来了，我都没听见门铃。说起这个，我突然想到，这种被一个画面定在原地的感觉，我上一次有还是好几年前看《莲花楼》最后一集那个回眸。我先把话说在前面啊，我是看了程毅5年的人，所以今天这期我不装客观，我有偏爱。但我向你保证，今天说的每一句都经得起你回去翻原片核对。老粉应该懂我在说什么。行，进入正题。今天这期视频，我不聊他生日整场直播，不聊品牌抽奖，不聊那些热搜词条，我就聊那3秒钟。对，就那个戴眼镜的3秒钟。我跟你讲，这个画面真的绝了。你听我说啊，画面是这样的，他拿起一副眼镜往上一架，可能没架正，镜片有点歪。然后他自己也愣了一下，那个愣特别短，可能就半秒，但你能看出来他知道自己歪了。然后呢，他笑了，不是那种营业笑，不是镜头笑，是真的觉得自己这一下子有点蠢，然后笑出来的那种笑。就这3秒钟，我倒回去看了3遍。你可能会说，不就是个艺人戴眼镜歪了笑了一下吗？至于吗？至于。我跟你讲，太至于了。网上有人评论说，程毅这一下画风变金龟子，搞笑担当上线，人设崩了。这话怎么说呢？我理解大家想形容那种反差，但这几个词我个人觉得用的不太准。这不是崩，这是松。这是一个演员在镜头前肩膀终于放下来的样子。这俩字差远了。为什么我会这么说？这就是我今天要 zoom in 的地方。你要是从2019年，等等，不对，是2020年。2020年琉璃那会儿，反正大概那个时间段，你去翻程毅那时候的活动镜头，你会发现一件事，他在镜头前是绷着的。不是说他不职业，他特别职业，但你能感觉到那种我得做好的紧绷。眼神是收着的，肢体是规整的，笑都是有边界的笑。然后到沉香如屑那个时期，慢慢的，他的镜头状态开始有一点点松动，但还是收着多。再到莲花楼，我跟你讲，莲花楼对他来说不只是一部代表作，那是他整个表演状态打开的一道门。李莲花那个角色你品，你细品，演那种看透了但还温柔的状态，本身就要求演员自己得是松的。我以前一直觉得是角色成就了他，但昨天那3秒钟我突然意识到是反过来的，是他自己内里那个东西先松开了，才接得住李莲花。行，我知道我这段说的有点抽象，拉回来。回到那3秒，一个演员能在直播镜头前，你注意啊，是直播，不是录播，没法剪，能在直播镜头前自然地展示我也会犯小蠢的一面，这件事的门槛比你想象的高得多。这需要2个东西。第一，他自己得是松的。第二，他得对面前这群人是放心的。第二点尤其重要。说白了，他得相信看直播的这群人，也就是粉丝，不会因为他眼睛歪了一下就转头去黑他，去做表情包群嘲他，去翻旧账。他得知道这群人是接得住他这一面的。这种信任是攒出来的，5年才攒出来的。你说是不是？好，下一个点。顺着这个思路，我想说说另一件老粉早就发现的事，程毅这个人古装越素越帅。这句话听着像彩虹屁，但是你想想看，这事儿其实分量很重。整个行业能 hold 住素颜古装这一关的演员是真的不多。为什么？因为大多数人是靠造型加成的，头饰、华服、滤镜、磨皮，一层一层堆上去，远看挺仙。但镜头一推进，没东西兜底，立刻就空了。程毅反过来，他是越剪，气场越出来。李莲花那个造型你去看，几乎是把一个古装演员能拿掉的辅助全拿掉了，没有华丽头冠，没有重彩，连服装都是那种被洗旧的感觉。在这种什么都没给你的造型里，他还能立住，
这是真本事。这就是那种食材好，厨子也好，火候还刚刚好的状态。换个人来，这道菜未必端得出来。不瞒你说，我刚开始追他的时候，我也以为他是造型撑起来的小生。这个判断我后来自己打脸了。所以你看，现代装那边他戴个眼镜还能搞出反差萌的层次，这不是偶然。同一个底子，古装那边能往清冷里走到极致，现代装这边能往松弛里走到极致，这叫两头都接得住。能两头都接得住的人，整个行业里数得过来。好，重点来了，这才是我今天真正想说的那件事。整场生日直播里，最让我心里咯噔一下的，不是戴眼镜那3秒，不是品牌抽奖，不是粉丝刷的那些祝福，是他说的一句话。他说他想办一场线下见面会，然后紧接着加了一句，他说他担心人太多，票不够，怕粉丝抢不到。这句话听着普通，不，普通这2个字我用的太轻了，我换个说法。这句话乍一听平平无奇，但是你停下来，认真品一下这句话的内部结构。一个艺人在自己生日直播里主动提出想办线下活动，这一步本身已经少见了，大多数艺人的线下活动是公司排的，是宣传节点要的，不是艺人自己跳出来要的。然后他还主动担心粉丝抢不到票。各位，你品一下这个逻辑，这意味着什么？这意味着在他脑子里，粉丝不是一个抽象的数据，不是后台的 UV， 不是今天直播间在线峰值。粉丝在他脑子里是一个个具体的人，是会因为抢不到票而失落的具体的人。他在替这些人提前担心。这就是我开头说的信任的另外一半，你信他，他也信你，而且他记得你。说到这个，我自己观察下来啊，这几年诚意的粉丝盘特别稳，不是那种一部剧来了暴涨，剧一完就大批走人的盘子，而是慢慢加，慢慢沉淀。我之前一直没太想明白为什么，现在我有答案了。因为他这种记得你的状态，不是营业话术能装出来的，那种东西粉丝最敏感，1秒就能分辨。至于品牌方现场抽奖那部分，本身是个挺常规的安排，我就不展开了。我只想说，那场直播里真正会被写进老粉记忆的那一帧，不是抽奖弹幕，是他那句怕票不够。好，拉远一点，我做这期视频之前，本来想做的是一期常规的生日复盘，盘一下直播亮点，加几句祝福，结束。后来我没那么做，因为我反复看那3秒钟，反复回想那句怕票不够，我意识到，这不是一期生日复盘视频能装得下的东西。这是5年前的诚意，是不可能在镜头前歪着眼镜笑出声的。5年前的他，是不可能在直播里主动开口说我想跟你们线下见一面的。这中间的距离，是作品垫出来的，是角色磨出来的，是无数个被低估的瞬间堆出来的，也是粉丝陪出来的。懂他的人会懂。线下见面会如果真的官宣，真的办成，那将会是一个特别值得记录的样本。一个艺人和他的粉丝，在5年信任攒到顶之后，第一次真正面对面。那期视频我准备好了再做，今天先按下不表。最后留一句话给你，那场直播里，他说他怕票不够，就这5个字，怕票不够，比任何漂亮的总结都重。今天这期就到这，懂他的人一直懂。